Hello， 大家，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 vivo 刚刚发布的全新大折叠 vivo X Fold 6，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这里首先有一个 Type C 接口的100瓦的充电插头，它的手机壳我们开箱的这款呢是这次的主打配色，叫蓝洞，类似于素皮材质，然后上面有这种点点颗粒，1、2、3，当当大概长这个样子。镜头模组突出这个位置呢，也是采用了阶梯的蓝色玻璃材质。然后呢，整体镜头位置采用的是一个简洁的大圆设计。大家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 vivo X Fold 6在没有弯折情况下它的屏幕折痕表现。然后我们给它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弯折，比较紧致。那么我现在把这款岩白色和蓝洞色以及这次的极黑色3款手机放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如果我个人来进行选择呢，我会毫无犹豫的选择玻璃材质的。第二推荐呢，我会依然选择白色，然后黑色怒砍第3名。vivo X Fold 6使用了2周时间啊，今天的视频我会从软件交互、硬件影像和外观设计3个部分给大家介绍这款手机有哪些升级。我们先说最重要的软件交互啊。vivo 这次呢，核心做的其实是2件事，一个呢就是优化了一屏多任务，第二个则是释放了 X Fold 系列的办公潜力。我们先说第一个，一屏多任务。其实 X Fold 系列啊，在此之前就已经支持了类似于台前显示的一屏多任务 ，vivo 官方呢叫做工作台。然后在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相册，我挑选一张照片，大家看，我直接按，然后拖动，看到了吗？拖动到这里，松手，这张照片就直接被拖进到了我的剪映时间线里。然后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录一段配音我们就选择录音。录音的状态下打开，这个时候我可以切换到我写的一篇文稿，比如说自2005年以来，你看这个时候我在录我的这个文稿写的文稿过程当中呢，我的剪映是在同步实时进行录音的。我可以在这2个应用之间自由的来进行切换，也就是说，当你需要在几个应用中频繁切换，同时呢又需要尽可能的去保持每一个应用都能以大屏去操作的时候，这就是工作台最佳的使用场景。但是呢，工作台它所面临一个最大的不足，就是它没有办法把几款应用同时放在前台去使用。所以这一次Fold 6上全新的多分屏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进入多分屏模式呢，现在是有3种开启的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在工作台状态下3指向上滑；第二种呢，则是在工作台状态下快速这么折叠一下；第3种就是最朴实无华的从桌面应用一个一个去添加，一个屏幕内可以最多显示4款应用。这一次 vivo 它的这个并行模式，其实最核心解决的问题呢，就是 App 的无极调节。这一点一直对于安卓手机应用系统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对不对？你看现在我可以随意的去拉伸，去改变这4个应用的比例。比如说我可以让小红书像平板一样去显示更多内容，对吧？你也可以让小红书变得更窄，像传统的手机一样去显示内容。你也可以让它变小，像一个小手机一样。它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一款应用在横屏显示的时候，下方这几个应用依然可以以 App 的形式，或者说正常的比例来进行显示。我给大家对比一下，之前 X Fold 5，如果上边我去看一个视频的话，那么下方只能打开一个 App， 而且只能是横屏显示。比如说你这时候上面看视频，下面刷微博，你微博那个应用里硕大的顶部和底部功能栏这么一遮挡，实际显示的内容非常少。而在 X Fold 6上你在上方看一个视频，下边的这几个 App 则可以像手机一样有效显示内容，会变得更多。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旋转选择哪款应用是以最大屏来显示，然后哪几个是以比较小屏幕来显示。你也可以按住应用上边那3个小点，然后直接拖拽去改变它们的位置。你也可以把自己常用的应用以组合的形式快捷方式保留在桌面，随用随点。而这一次 X Fold 6多分屏的第3个优点呢，则是可以跨应用传输。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上看到过一个表格，那这个表格本身是一张图片，你觉得这个表格很适合你，但是呢，你又觉得它需要一些修改。这个时候大家注意我只需要把这张图片拖拽到我的右边，大家看，稍微停留，看到了吗？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3个选项，分别是图片转表格、翻译并插入以及提取文字插入。我们选择图片转表格，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当当，大家看到了吗？它里边的表格内容呢，就一键拖拽到了我这个 WPS 表格里。然后呢，你可以自己来进行
对于任何一个内容的修改。比如说你看到一篇英文文章，你觉得这段话好像写的蛮不错的，你可以摘录下来。这时候你只要选中拖拽到右边，大家注意稍作停留。这时候这里就出现一个翻译并插入，我们放在这里松开。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就直接被翻译成中文，然后以文字的形式插入到你的备忘录当中了。所以现在大家看懂了吗？ X Fold 6全新的多分屏的3个优点分别是无极调节、比例适配以及跨应用的 AI 传输。然后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使用2周这时间里最常用的3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娱乐组合，上方我最近就是看球的咪咕，然后下方呢分别放了微博、小红书、抖音。当然了，你也可以把抖音替换成微信啊，这个看大家自己的喜好。这个组合最棒的一个点就在于我可以根据上方视频的那个重要程度去改变这个视频的比例。比如说看 NBA 的时候，上半场感觉没有那么精彩，这个时候我可以把上面的视频调小一点，对不对？我希望vivo 能够在下一个软件更新版本中呢，对于这种同时播放多个视频可以进行单独调节音量。现在比如说我觉得球的声音有点大，我想把足球的声音关小一点，那下边这个抖音的视频也跟着声音变小了。第二个，我自己这2周使用很常用的呢，就是比价组合。这个同时去打开淘宝、京东、拼多多，你看到的某个商品，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图片拖拽到另外2个应用里，一下子就能查出价格对比了。第3个，我个人使用比较多的呢，其实就是各种的游戏场景。你下方摆一个横屏的游戏，对不对？大多数游戏都是横屏的。右上角放一个微信，随时回消息。因为你玩游戏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来一个消息，来回你这样操作还挺影响手感的。左上方呢，你可以放一个视频直播，你也可以看一个游戏攻略。如果你遇到一些比如说像解谜类的那种关卡，你过不去了，可以直接看一下攻略。比如说人家来个消息，你就可以给他回复消息我现在正在打游戏呢，比较忙，一会儿再跟你说。消息发送过去之后，你可以继续来进行游戏。那么在过去2周使用下来呢，我觉得 vivo 全新的这个多分屏功能我觉得有2个可以提升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开启的入口太多了，学习成本比较高。第二个呢，则是这次电池是从6000毫安时增加到了这一代的7000毫安时，这已经是一个超大电池了，对不对？但是同时运行4款应用呢，特别是像比如说游戏直播续航还是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说完软件的第一个升级多分屏 X Fold 2这一次的第2个大更新则是猛攻商务办公。首先，对于刚才提到的多分屏功能，其实它也是一个天然适合会议的场景，对不对？上方呢是视频会议，你可以横着摆放共享视频，下方你可以放你的微信你准备的会议材料，同时去搭配一个录音机 App。这一次录音机 App提升非常明显。首先，这一次的录音机 App 支持更准确的 AI 识别了。大家知道，在一场会议当中，把不同发言人自动区分出来这个功能，其实在智能手机上已经存在很久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连续的几个男生发言，或者连续的几个女生发言，他们如果声音的音色比较接近的话，识别起来还是非常有难度的。然后在这里呢，我特意找来了一段企业内部的开会视频，就全场呢有7位女高管连续发言，我们实际测试来看看 X Fold 6能识别出几个人？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共贵森严，以此虚妄之事笃事。若说日久生情，由温太医诊治。看来齐贵人所说的七嘴八舌、胡言乱语。我们先给大家讲转写。当我点击转文本，现在呢 X Fold 6它会根据不同的说话人来进行总结，能看到吗？然后有1、2、3，说话人4。然后说话人5、说话人6、说话人7，连续7个女生，她们的音色相对来说会更接近，难度也会更高。重新命名，现在呢，说话人1就替换成齐贵人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识别是否准确。共贵森严，齐贵人不得信口雌黄，以此虚妄之事笃事。可见齐贵人不是真心的了。若说日久生情，也是难怪。熹贵妃入宫病重，由温太医诊治。在这里又有一个难点，就是坐在康常在旁边这个女生，我已经记不清她是谁了。她的声音和瓜尔佳非常像，就如果你不看画面，可能很多观众自己都分辨出这原来是2个人。但是 X Fold 6成功识别。看来齐贵人所说的倒也不是全无道理。你们几个七嘴八舌、胡言乱语，有何证据吗？就是现在的这一套识别能力，应该是我体验过所有折叠屏里目前这个准确度非常非常高的了。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它这次录音里边的第2个办公能力叫做洞察。这个功能呢，有一点点像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意思。我呢又找了一段吴站长和
余则成的会议对话，也就是那段著名的斯蒂庞克牌汽车的段落。庞副官跟我说，这个许团长家里有辆车，斯蒂庞克牌的。然后我们也是先打开转写，现在呢就已经把站长和余则成他们两个人的对话完全转写过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洞察是什么意思啊？这段对话最绝的一点啊，大家注意，就是站长啊，他全程都没有说他要车、他要钱、他要金条这样的语句，这个站长一直是很模糊的那种表述。那在这个时候，我点开洞察功能 ，Xfold 6就会告诉我，这是一场隐秘交易，暴露出体系内的腐败。发言人一啊，也就是余则成，逻辑严谨，环环相扣，精准踩中决策者的诉求。怎么样？有 Xfold 6是不是能让你在电视剧里多活2集？如果这个时候我再点录音机里的总结功能啊，也就是对这次小型会议的一个快速总结，它总结到最后你会发现，甚至有一个待办事项，就是让你去确认推进许团长的保释啊，完成收款。洪秘书的工作现在一个手机就能完成了。而办公场景第二个很有趣的功能呢，则是 AI 翻译。Xfold 6中的英译中识别率其实已经非常高了，目前识别语言支持中文、英文、日文和韩文的互译，其中科技、经济、法律和健康这4个领域呢，还支持专有名词的优化。vivo 这次还加入了一个很本土化的功能，就是它支持中英夹杂的那种语言翻译了。现在有不少外企啊，或者说留学生，因为他们最早接触的很多词语就是英语，对不对？它的有一些英文呢就没有办法特别准确的翻译成中文，所以他们说话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出中英夹杂，那对方听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吃力困难。那对于这部分内容，现在 Xfold 6也可以识别了，不需要中英夹杂。哎 ，David，我们那 final assignment 什么时候 due 啊？是不是除了 essay 还有个 presentation 啊？哎，你 paper 拿多少分？我们那 professor 又给我1 B 减，气死我了！不行了，我现在一整个 hungover。我昨晚去了那 frat party， 我们玩了一晚上 beer pong， 我喝了有30个 shot。我今儿去 DMV 办我的 permit， 慢得要命，结果还忘带我的 I-20， 你说气人不气人？他基本上是把刚才那些英文都转化成了中文。然后呢 ，essay 论文和演讲啊，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其实是翻译出来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策略，他又把这2个词又还原回去了。然后说你 paper 拿多少分，他拿了一个 B 减的成绩。办公部分最后想聊的升级呢，则是多设备互联。其实最核心的自然是和 iPhone 的互联。这次呢，3个升级，第一个呢就是和 iPhone 的互传照片，终于可以不用再通过热点了，就是只要2台手机在同一个 WiFi 下，然后并且保持蓝牙连接，就可以直接去传输照片、视频，又快又方便。第2个升级呢，则是现在 iPhone 啊可以直接在互传应用中去查看 vivo 手机里的照片了。也就是说，你在 iPhone 上直接选中 vivo 手机中的照片，可以下载到 iPhone 当中，也比之前更直观、更简单了。第3个升级呢，则是在 iPhone 中的各种文件，现在可以以共享的方式传输到 Xfold 6上，一些文档、表格或者 PPT 可以通过折叠屏更大的屏幕进行清晰阅读。vivo 折叠屏长久以来的一个目标就是做好iPhone 搭子。办公领域其实还有许多更新啊，比如说 AI 加持的文件管理系统，以及vivo 定制版的小 V Cloud 龙虾。不过呢，受限于视频时长以及现在的版本系统啊，今天我就不展开了。我们快速进入今天的第2部分。影像升级，首先主镜头传感器尺寸变大，它的像素提升到了2亿像素。2亿像素主镜头日常使用呢，我觉得场景倒不是那么多，但是它有一个场景很多的，就是实现了0.6倍、1倍、2倍、3倍这4个主要焦段都可以以5000万像素来进行拍照。这几个细节对比，就是2倍焦段提升到5000万像素之后它的一个细节表现。但是我觉得5000万像素其实提升更明显的是这颗3倍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拍摄一张3倍镜头5000万像素照片 ，Xfold 6，首先呢在人物肤色上就会出现明显的那种粉嫩提亮的变化，对不对？如果我放大看细节，清晰度提升更高，衣服、花边、项链这些细节还原提升都更加明显。这个是我在环球影城的时候看见的一只，这叫中华罗摩宵夜甲虫啊，这是我用5000万像素所拍下来的效果。放大画面看是这样的。影像部分的第2个升级，则是 vivo 把演唱会场景从 X 系列独占开放给了 Xfold 系列折叠屏。第1个升级就是演唱会录制视频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时按快门拍照，左侧是5的照片，右侧是6的照片，这个提升是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在这里我要吐槽一下，
这个相机界面这个快门按键为什么要设计的这么小啊？第二个升级则是这一次舞台模式支持了双镜头同录，你可以选择前后同录去记录自己呀和你看到的世界，你也可以选择2颗不同的后置镜头，一个录制全景，一个录制特写。vivo 一个传统的优势呢，就是你可以把2个镜头录制的画面分开保存，然后自己在后期重新组合。那么第3个升级，也是这一次最大的一个升级啊，就是它支持了200毫米的外接增距镜。这个部分我实际给大家测试了一下，在同样一个位置，用 X Fold 5的长焦镜头对比 X Fold 6外接增距镜拍摄，这个画质差距就非常夸张了。这应该是我目前使用过所有折叠屏手机里啊，率先实现了演唱会场景录制的机型。关于增距镜啊，我集中回答大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X Fold 6呢适配的200毫米，它是否能搭配 vivo 官方的400毫米增距镜呢？这个部分我自己实测，完全可以安装，而且也可以录制，清晰度还特别厉害，但是非常抖。这还是我尽可能的去保持手持稳定的状态下。我问了一下 vivo 啊，未来应该也不会给这款手机去适配400毫米增距镜。我推测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手机镜头的防抖不达到标准；另一方面呢，也保护了 X300 Ultra 它这个家族大哥的地位，对不对？不过如果你手机本身，比如说你放在一个桌面上，或者放在一个脚架上，特别稳定摆放，你拍摄出的画面也不会抖。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去看演唱会，你自己带一个三脚架，那么理论上你也可以租一个400毫米的镜头去搭配使用。第二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那这个折叠屏它配上增距镜和 X300 Pro 这个影像刺激键相比，能达到一样的水平吗？实际测试，光线如果不错的话，画质是非常接近的啊。细节处理上呢，折叠屏会稍微弱一点，但是普通用户完全够用。如果光线变暗，这个时候 X Fold 6它拍摄的噪点会明显增多。但是X Fold 6这次确实是已经上桌了，真的。演唱会这2年大火啊，长焦提升，你说1000到1万，不如直接配一个增距镜。第3就是 vivo 它这个转接环就接上之后，它是把主镜头和超广角直接给遮挡了，是给激光对焦留出了一个挖孔。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比如我演唱会拍到一半，我想用主镜头去拍一个全景，这个时候你直接把增距镜拿下来还不够还拍不了，还遮挡着呢，你还需要把这个转接环也拧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有一点麻烦了。今天视频的最后我再快速说一下这款手机它的外观和手感上的一些变化。第一就是颜色上，蓝色毫无疑问是最漂亮的，渐变过渡确实很有那个蓝洞的质感蓝色它是独占玻璃后盖的，质感呢也是3个配色里最好的。另外2款都是玻纤后盖，其中黑色版本呢会独占一个条纹细节。第二就是重量上，因为玻璃和玻纤材质上的差异，所以说玻璃板会更重一些，而且这次电池增加到7000毫安时整体也要比上一代增重10克。第3，在这个手感上，这一代整体呢要变矮了一截，边角的弧线呢要变大了。外屏点亮之后，大家能看到它的边框是明显缩窄的，屏占比明显提升。内屏打开之后呢，从之前那种偏竖向的长条，更接近现在偏正方形一点了。我看到网上有留言说，不太喜欢这种变大的弧线角度，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种设计的。我觉得它握持在手里的时候更加舒适稳定。第4就是大家很关心的铰链折痕控制，2周实测这个折痕基本和前代保持一致，特定的角度还是能够看到折痕的，日常使用是几乎没有影响的。以上就是 vivo X Fold 6 2周的使用反馈。这次体验给我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 vivo 希望这款折叠屏变得有特点、有针对性的目标用户。在此之前，折叠屏这个品类，大家伙共同追求的就是如何让用户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大屏体验，基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一次vivo 把这个产品特化了。vivo 希望做的是怎样能让商务用户获得更好的办公体验，怎样能让观看演唱会的用户获得更好的拍摄体验，再加上之前如何让苹果用户获得一个连贯的跨设备体验。也就是说 vivo 正在让 X Fold 系列从一众折叠屏中脱颖而出，用 vivo 在某一个领域所积累的绝对优势去吸引那部分特定的目标用户来进行选择。这个思路是我这次测试感觉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主动变化。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给准备购买 X Fold 6的用户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